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更新一款前置发型的裁剪以及打理技巧。那首先在剪前置发型呢，要先做一个分区。那我们看一下分区，从我们的外眼角、两侧的外眼角以及我们后侧区的黄金点位置。好，那我们特写一下。好，那看一下，我们从外眼角垂直向上水平线分区分到我们的后侧点，看到没有？黄金点的位置。那这个区域呢是做一个保留区，好，枕骨区的位置我们要做一个堆积点，所以说一定要保留起来。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分区的形状。好，那现在我们先做一个外轮廓，用一个6毫米的卡尺推剪关闭的状态，手臂垂直向上，直上直下。那么在推的时候，记住要保留2个指位的厚度啊，切记不要把它推得太过于高。好，开始。直上直下，前侧点倾斜，那到我们的耳后点，同样也是一样，耳后点的位置，从我们的后侧区垂直向上去推。那记住耳后点的位置不能直接用卡尺配合推剪哈，不能直接倾斜。那推完之后，这个面它是不能形成一个圆弧度，而且没有垂直感。好，那到我们的后侧区同样也是一样，保留2个指位的厚度啊。梳子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垂直向上，底下的头发一定要清干净啊，要保持外轮廓的干净。那你看我们的这一层的外轮廓啊，这一层的外轮廓，它上面这一层的层次呢，长度一致，底下不要有杂乱的头发。好，反复收个2遍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外轮廓就比较干净。好，那我们这一侧同样也是一样啊，垂直向上。我们另外一侧也是垂直向上的手法，耳后点同样也是倾斜啊，垂直向上。垂直向上的角度哈。好，那现在我们的整体的外轮廓推好之后，我们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两侧的这个面直不直啊？这个又回到我们的一个传统方式，那要去检查有没有垂直角度。如果说是一个倒三角，对吧？那把这个角要把它去掉，收紧。那切记不能把它推圆，看到没有？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个角啊？这个就是我们要预留的一个外轮廓2个指位的一个厚度。那么在检查同样也要检查两侧有没有对称啊？如果说还有一点倒三角，那么继续一样，垂直向上，梳子配合，把它推直推干净，要把这个角收掉。好，那两侧已经推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模特呢，两侧我们不想要剪得特别的短，那我们就开始去修这个轮廓线，用我们的雕刻剪把多余的模发修干净。第一步，先看我们的握姿啊，握雕刻剪的手势。先把这个发际线切垂直，好，切垂直之后，我们这个位置是不是要走一个弧度？那走弧度，很多人一步走不到位，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记号，看到没有？把上面的位置，把圆弧先做出来。那你看中间找支撑点，看到没有？中指找一个支撑点，手按住头，连接，好，再把多余的给它刮掉，刮干净。那你看我们一个漂亮的轮廓线是不是就修出来了啊？这是一个修轮廓线的技巧。那么同样是让后侧区啊继续垂直啊，从我们的耳上点的位置，看到没有？耳上点的位置都是垂直角度才有立体感。那后面怎么修呢？后面就用我们的刀角，那么也是同样找支撑点啊，一个慢慢的走圆啊，随着我们的发际线走圆。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后侧区啊，耳后点的位置，
这个轮廓线又怎么能够把它修饰出这种问号型的一个垂直立体感的一个轮廓线。看一下我们前侧点已经修过来了，到我们的耳后点，看到没有？只需要用我们的刀角修到我们的耳扇点，开始慢慢转弯，好，停。这个时候就不要一步到位了，那要从我们的后侧区，看到没有？后侧区的雕刻剪的姿势要重新换过了。同样用刀角慢慢一点点走圆。首先先把我们耳扇点的圆，看到没有？这个耳扇点的圆先给它修饰出来。那么到底下的这个发际线那你看它的发际线有点稀少，那我们可以破坏多一点先从我们的最底层做一个记号先把这个记号做出来之后再连接，那么才会有这个立体感。好，垂直向上，用刀角走。这些都是一些小汗膜把它修干净，我们的立体感才会呈现出来。好，修完之后我们再来检查再来检查看一下这个轮廓线是不是这么一个形状有个立体感。如果说有的歪的位置，那么我们再调整一下。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所修的轮廓线的一个流程先垂直，然后把这个角找到中间连接。再到我们的耳后点的位置垂直，然后用我们的刀角慢慢走圆，走到耳扇点的位置，同样是一样，找一个支撑点开始走，好，走到耳扇点的位置停，换手势，好，看到没有？我们的雕刻剪的握姿换回来，再从我们的耳后点连接修一个小半圆，那这个半圆是非常的重要，是一个核心点。修结束之后呢，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很多人是直接切完之后它是没有一个立体感。那我们可以先从最底层最底层先找一个记号，找到记号之后，同样也是一样用刀角慢慢的连接走一个弧度。好，那这个我们的轮廓线就修结束了。好，那现在我们左侧修完之后，现在修这个右侧。你看我们的雕刻剪刚刚是不是这样滑往上走？那现在是你看我的雕刻剪要换手势，从底下。先到我们的耳扇点的位置，看到没有？我说了，耳扇点的位置要先修个什么？垂直的角度。好，修好垂直的角度之后呢，把这个弧度画出来。用雕刻剪慢慢的这样去走圆。那切记发际线呢，不要去破坏的特别的多你看一步一步这样去画圆，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好，再把它修掉一点点。好，外侧修好，再开始来去修内侧。如果说有出现钝角出现钝角的话，那我们要把它走圆。好，内侧内侧也是一样，先修个垂直的角度，然后看我们的雕刻剪的握姿又是开始反方向放射回去。它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发际线的伸展流向去走。那修完之后，又再从我们的耳后点的位置放射回来连接，把这个小半圆先给它修饰出来。切记不要直接这样去刮直接这样去挑的话，因为你看不到头发，你挑的话容易把这个破坏它的一个轮廓线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往下刮下去就好了。你看我们这个半圆是不是修出来了？半圆修出来之后，又再开始修我们的最底层。最底层也是一样，先给它做一个记号，把最底层的发际线先修好。修好之后连接，同样也是一样，给它破坏一点点破坏一点走圆。好，那我们的后侧呢，发际线比较少头发发量比较少，我们把它切成一个方形呈现一个立体感，切成一个方形。那么你也可以做渐变，也可以切成方形，都可以方形的立体感会比较强烈一点，那么同样也会显得它的发量增多。那我们整体的轮廓线修好之后，如果说头发觉得有点过于长，我们可以用个4.5毫米的卡尺
整体给它最底层过一遍，让这个色调呢更加的柔和啊，不要显得很生硬。而且用我们的卡尺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它的色调再次统一一点。啊，越要往上走，那我们的调节器要调一个全开。这个地方耳上点的位置倾斜放射，垂直走这个只是过一点点表面的头发就好了，不需要剪短的。好，那我们的3毫米的卡尺呢，再用一个半开关闭的调节器过渡一下让它呢最底层更加的柔和，有点微渐变的效果那关闭全开。只是过最底层这些地方是不需要去推的，因为它的头型，你看到没有？它的头型又很瘦，所以说不适合剪短。那我们只需要把最底层再给它过渡柔和一下就好了。这个也是在我们工作当中用得到非常多的。包括我们两侧的鬓发也是一样，如果说长，我就3毫米再拿来给它过一下，让它更加的柔和过完之后，那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调色要用打薄剪去给它做一个调色。那我们推好之后，现在用一个去亮15的打薄剪来调色，调哪个位置呢？调黑点调头型要凹进去的地方，看到没有？有的地方凹进去。那我们首先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在推的时候是直上直下，那这个面是直的，那有的地方它是凹进去的。对吧？它的头发发量就增多，那么会造成一个阴影面黑点。那我们就要用一个15的打薄剪，就调这个凹进去的地方。那在调色的时候也有小技巧看到没有？我们的打薄剪贴住头皮，它的头发流向是不是向后走？那我们就是逆向去调。如果说头发向前，那我们就要从前面走不能直接从后面再一剪，它就剪空了那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先找到一个支撑点，贴住皮肤，再去修剪再去调色，这样的话不会剪到肉。那调色主要你要学会看哪个地方需要去调，有没有色差阴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不会看，那么这个调色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去调了。那有骨头的位置、露白的地方就不要去调。好，那现在我们的修剪完，那我们开始剪顶区，先把头发喷湿，让它的流向自然梳顺根据它的头旋的位置。那我们在修剪顶区的时候呢，先要做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定长度。我们要先确定好我们的头发的一个长度要定到哪一个位置那我们给它定一个半盖的盖一点点就好了。把头发全部往这边梳反方向，左边的头发梳往右边，定长度，看好，定一个倾斜的长度定一个看我们的指位前低后高梳过来，用我们的大切口的方式后侧的头发也是一样。那这个长度定多少，取决于你自己的设计理念以及顾客的需求我们可以连接，可以盖一半，可以微盖，是不是这个长度都可以随着自己去调整后侧的头发也是一样，梳过来，梳到我们的前侧点，先把长度全部定好。正好我们的指位看好指位是梳过来，然后看没有，指位倾斜前低后高，而不是说梳下来平行的拉，就像剪波波发一样的。我们剪完之后它要什么？短推长的原理，看到没有？它要往前走，所以说才不会翘，美感才会产生。好。右边定完，同样是一样，把头发全部拉到左边，又把左边的长度定好，这叫左右交叉去角。那现在我们开始剪右侧，左侧的头发梳过来，同样是一样，看到没有？指位前低后高，点剪的方式定长度。
定长度，后侧区梳过来。好，那我们两侧的长度就定好。那我们把头发复原，梳回原位，梳回原位，再定刘海以及我们的后侧哈，以及我们的后侧区的一个流向。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刘海区，刘海区前次发型我们给它定个圆形的刘海，梳下来，点剪。剪一个大切口的形状哈，大切口看到没有？切记不要用平剪，也不要点剪啊，大切口越自然、越凌乱越好。好，你看我们的长度是不是就定好了，对不对？两侧呢一样长，好，中间起来 ，OK， 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长度。那等一下我们再剪顶区。那我们的后侧定到哪个位置呢？后侧就和我们的外轮廓进行连接就可以了。但是在连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丝发是剪一个结构哈，不需要去剪，不要把它剪得特别的细致，只需要把长度大致定好就好了。要有一个空间。留起来，等一下我干发吹干之后来修剪。好，那现在我们的外轮廓定好，先从后侧剪层次，看好，把我们的层次先修剪出来，剪个什么层次呢？均等层次啊，均等层次。其他发片看好，站在我们的站姿，好，站在侧区的位置，站在侧区，拉起来，以底线做引导线，大切口。是吧？你看，蓬松饱满堆积就出来了。好，继续放射型修剪。一定要用大切口哈。大切口剪完之后，检查去角啊，任何一个角度提拉出来的。头发都要形成什么形状？都是要圆形啊。好，我们的长度就定好。那我们的后侧剪完，现在开始顶区。顶区长度哈，把后面的头发往前带，做引导线。那由于刚刚我们左右两侧已经去角，现在我头发提起来，你看它是一个什么形状？三角形，对不对？那么中间去角，大切口，是不是？你看这个空间是不是就有了？那我们在打造型的时候才会呈现啊纹理感。那梳发片的时候呢，尽可能是干净整齐，不要江湖手法全部拉起来去梳。这样剪的层次不均匀哈，那么不均匀，我们打的纹理效果就不会很连贯。中间剪完，两侧同也是一样要去角，因为太过于整齐了，太柔了，我们要把切口切口切出来，看到没有？你剪得好，那么你在打理的过程就比较简单，随便发泥随便一抓，它的纹理效果就呈现了。那如果说你剪不好，你怎么去抓都没有用，更何况说让顾客在家里面好打理，那就更加的费劲了。那有没有发现？你看我在拉头发的时候，我的层次有没有向后带？如果说我头发再往后带的话，那层次全部放长了。那我在拉的时候都是什么？随头皮的角度，它头发的自然流向，就是这个角度。那我在提拉发片的时候，你看没有？角度就不会往后带，就随着头皮这个角度修剪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剪能够保证到我剪完了头发的层次，你看它放下来的层次同也是一样，我在哪个位置剪的层次，那么它放下来的层次就会堆积到这个点。好，现在剪完刘海区，刘海区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剪到刘海区的时候，切记不能直接全部提拉出来修剪，剪完之后刘海区的整体形状会变掉，会变得很薄很碎。剪到刘海区的位置往下梳顺，采用一个什么纵向的修剪方式，看到没有？
那你看现在我们的顶区和刘海区的长度已经定好了，中间它你看是不是有个角？是不是三角形？三角形提拉起来，好，角度也是一样，不要向后。你看你向后带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随头皮的一个角度。好，提拉起来，看好，你看这个角是不是有大切口？哎，你看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层次才会连贯哈。好，放射修剪。剪完之后，留顶后侧区以及我们的顶区梳起来进行连接。啊，这个角是很多人没有去的，这个角把它剪连接，因为我们的造型打出来要蓬松起来啊。检查纵向，看到这种很整齐的角，就给它剪一剪刀，把它空间感剪出来。那在吹的时候，现在这个阶段不需要去吹造型，也不需要去吹蓬松，只需要正常自然吹干，把它的流向吹顺，以及把它的形状吹出来就 OK 了。因为我们要把它吹干来检查去角。好，看好。那刘海，你看刘海，手摁住，吹中间，给它吹起来，然后手按住，看到没有？扫一下，扫起来之后，手挡住中间。那刘海吹好之后，我们把它的轮廓线、发际线给它修出来。好，看好，修发际线的时候，手找一个支撑点啊，先从它的最高点切一刀，左右两侧延伸，啊，左右两侧延伸。那侧区的位置看到没有？侧区的位置，雕刻点倾斜，不要修垂直的，要修什么？微微倾斜，与嘴角对齐，不要修垂直的，垂直的是外八型的啊。好，把小毛发推干净。好，那现在吹干轮廓线修好，我们要把层次重新调整一下啊，去发量，修剪均匀，提起来，去发量，把这个发量拿掉，太厚重了啊，发尾太厚重了。打薄，看到没有？让这个量先把发尾柔和。同时呢，2次检查我们的层次，然后这一角提起来，揉掉，刘海也是一样，提起来，揉发尾。好，刘海区往上走，提起来，往上带，往回带啊，再把这个刘海柔和，长度2次调整好。那我觉得刘海还有点长，是吧？那我再给它调整一点。好，侧区检查，侧区看一下它的流向啊。我们来看一下侧区的流向。好，那我们看一下检查我们的外轮廓，外轮廓要呈现个什么形状？弧度的放射的一个形状。那你看现在它这个角这个地方，你看是不是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解决？2次把它的分线啊，2次把分线分好，看到没有？啊，2次分线夹起来。那你看这个角就是多余的，那这个角我们一定要去掉。这个角如果说不去掉，那会导致我们这个整体的立体感、侧区的立体感出不来啊。你看这个地方就要把它去掉。那我们用一个6毫米的卡尺哈，同样用6毫米的卡尺再来2次收掉。把这个角多余的角收掉，收干净。
要保证哪个位置？保证上面这层线。好，开始走放射啊。那像有的头型收不好怎么办？因为它的头骨凹进去，我的卡尺怎么推总是推不到。那么我们推荐用一个鱼骨剪啊，50%的去法链的打薄剪。头发梳垂直，再把这个最底层，那你看可以很快速的把它2次修剪干净。你看它的头骨，你看贴头皮的，那这种我们的卡尺怎么推都没有用。有可能你在刻意的去推的时候，我们的外形又给它破坏了。那我们一定要用到一个鱼骨剪啊，鱼骨剪把它这个最底层的头发给它收2次检查干净。好，这个时候我们梳下来看一下。好，你看这个时候梳下来，你看这一层线，哎，就比较干净了，是不是啊？好，这个位置还有一点点，再2次检查，是不是啊？你得会看这个位置的立体感是一个弧度的线条。好 ，OK， 那这边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要做一个去发量柔和，调这个根部和发中，看好，梳子挑一下，剪刀不要合拢，剪松开，滑到发中，剪好，再滑再带。重复这个动作啊，发尾就不要再去滑了，因为我们的发尾采用的是什么？大切口，发尾已经很柔和了，只需要把根部和发中再给它柔和一点，方便我们好打理。顾客在家也是随便吹吹干啊，抹点发蜡，快速出行。如果说头发特别的厚，那么打出来的效果太过于厚重了啊，没有那个空间，看上去不柔和。好，挑起来，发尾揉一下。那我们也可以用手哈，对不对？手可以提起来，那么检查一下哪些地方厚，直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调整。好，检查一下刘海，刘海长不长？刘海长的话，再给它揉一下。好，那现在我们的整体的形状全部修剪完，那我们给它头顶涂点软化涂点服帖，让这个顶区的位置更加的贴一点，出来的感觉会更好看啊。包括我们的刘海区也可以给它这样涂一点点软化剂都是可以的。把根部压平一点点当然，在涂这个的时候呢，时间一定要控制住，不能太久太贴了也不好这个简单的过一下是很快的，按照它头旋头旋的流向走。好，那我们服帖涂完，大概等个10分钟左右那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个定型，一定要定型定型才会有效果。而且在定型的同时呢，我们在冲水的时候不容易压干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这种破墨瓶，把这个定型剂给它涂一下。好，那整体的那个服帖梳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开始去做造型推头，手要去搓，把它搓蓬，搓凌乱好，刘海大概有手一大步。好，两边往下压下去搓，看好。
它搓竖起来啊。刘海揉的时候一个方向，看一个方向给它全部揉竖起来，后面也是一样。只有把头发搓竖起来之后，你才最好抓造型啊。好，你看，对不对？整个头发都是有发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抓造型了。后面提竖起来，好，两边压下去，刘海对不对？中间起来，两边下去，两边记住啊，两侧头发一定是往下走的啊。把它抓竖起之后，手看到没有？手再往下，把它往下把它压下去。好，上面的头发左右，好，左右这样去交叉，好，呈现这种凌乱感。好，我们看一下额头中间，好，你看给它凌乱一点啊。调整一下，你看我们里面抓蓬松之后，我们手你看，对吧？轻轻提一下这个发尾，随便去搓一下，它那种蓬松感就出来了。如果说你没有把它这样去揉竖起来，你只是表面这样去打一下。但是打不出这种凌乱感。表面这样去左右去搓的时候，是适合什么？适合一些烫过干甲或者说摩根，对吧？锡纸的那个发质。那么我们不需要去搓，它已经有自带蓬松了。那么这个是没有烫过的，那我们需要揉，对吧？揉竖起来一点点。好，后面给它提起来一点，这个我们的造型呢就结束了。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的小细节。那我们看一下侧漆。